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万花筒，它实在是太牛了，值得再看一次。这颗小万花筒呢是在超市买的，买回来还不到1年。买的时候它就带着2枝花，那2枝花谢了之后，我把花梗的上半截，也就是开过花的那半截一剪，在休眠芽上抹了点催芽剂，我想得到一个高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漂亮了。接下来我不仅实现了我的愿望，得到一个高芽，还让我接二连三的惊讶。在我说话这会儿，你有没有发现让我再次惊讶的点？仔细看画面里，它居然又新出了2个花芽。它前面的这2个老的花梗接二连三的长侧花枝，出了一个高芽，已经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了。没想到它在背面又出了2个新的花芽。也就是说，这棵自从我带着花把它买回来之后，它就一直在开花，或者在开花的路上。所开的花不仅有序花，还有新长的花芽。如果说序花跟我抹催芽剂有关系的话，那新长的花芽就是它自己长的了。但即便是序花，也已经续了不止1次了，我也就一共才抹了1次催芽剂。在这将近1年，还不到1年的时间内，它这么疯狂的长，说明什么呢？一方面说明我给它提供的条件它很满意，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明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品种。所以这棵如果喜欢这个花色，如果遇到了，值得买一颗回家养，或许能惊喜连连。顺便说一下，它的根干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浇水了。我特意给它泡了一下，是昨天泡的，那今天根还是绿的。它的老花梗上有一个休眠芽，前段时间我以为是个苗呢，因为长了些小叶子，但现在看很明显就是一个侧花枝了。休眠芽发育的初期阶段是可以转换的，在苗和花之间转换，这算是蝴蝶兰幼苗的一个特点吧。这个小万花筒还有一个特别牛的点，是它的每一个休眠芽出来的可不止1个苗，只不过一下子苗太多了，它还是有点忙不过来，所以排着队发育。这棵小万花筒上最近在发育的所有的芽，不论是新长的芽也好，还是老花梗上发育的休眠芽也好，都是花芽。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最近的环境温度比较低，还是处在适合出花芽的温度。因为蝴蝶兰是温敏植物，蝴蝶兰育苗如果环境温度主要在25、6度以上，就比较容易出苗；反之在25、6度以下，就比较容易是花芽。也就是说，最近的这个环境温度是比较适合长花芽开花。如果这会儿有开过花的老花梗，想要利用休眠芽育苗，那这会儿得到苗的可能性就相对低，而得到花的可能性就高很多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概率，并不是100%是这样，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有。小万花筒没来我家之前，最牛的是这棵，那现在我觉得它只能排第2了。它的花梗虽然多，有这么多枝花，但我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苗，所以它只能往后排一下了。它也是老的花芽，新的花芽不停的出，所以积攒了这么多。这个品种是爪哇蝴蝶兰和安稳蝴蝶兰的混种，这个应该在超市不太能买到，但小万花筒可以，因为我就在超市买的，肯定还会有。最后补充说明一下，这个小万花筒我并没有特别对待它，跟养其他的都差不多，而且还因为它长时间的处在开花阶段，而没有怎么给它好好的施肥。
因为开着花的时候最好不施肥。但是吧，它的盆里一直有干香蕉皮。您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我有好多期里都提到干香蕉皮，是因为真的好用。正好有花友问说，除了蝴蝶兰，其他的兰花能不能用？当然能用，甚至其他的花、其他的植物也都能用。只不过如果是其他的花，使用香蕉皮的方法和兰花会有所不同，因为兰花用肥用的特别少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烤干了摆在面上就行了。除了蝴蝶兰以外的其他的兰花也可以这么用。好，得刹车了。本来是说万花筒特别牛，说着说着又拐到香蕉皮那儿去了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香蕉皮回头单独说吧。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，下期再见。